竹马沈寻因为担心资助的贫困生承受不起留学的费用，就放弃了国外顶尖大学的 offer， 选择国内保研。而我得知消息时，离提交签证材料的截止时间只剩半小时。楚楚，你看沈寻的后台他还没点提交，离系统关闭只剩半小时了，他疯了吗？国内也挺好，只要身边是你。为了徐瑶，就为了那个资助的贫困生，他连牛津的 offer 都不要了，他甚至都没跟你商量一下。楚楚，时间还没到，你手里有他的账号密码，你快帮他把材料交了，只要点一下提交，一切还来得及。不交了。什么？就这样吧。楚楚，那沈寻怎么办？他要是真保研留国内，你们就彻底断了。他担心徐瑶承受不起学费，那是他的大意，但他凭什么觉得我会为了成全他的大意去献祭我的人生？既然他选择了徐瑶的生日，那我就选择我自己的前途。我只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截止了。楚楚，沈寻的后台彻底锁死了，你真的打算一个人去英国了？机票已经看好了，9月初的。好，既然那个重色轻友的家伙自甘堕落，咱们就不管他。等你到了牛津，我寒假就飞过去找你，咱们去伦敦看秀，去瑞士滑雪，去冰岛追极光。李楚，你的国内保研申请提交了吗？你看我就说吧，楚楚做事一向稳重，肯定早就填好了。你非要我过来盯着，比我还操心他的事儿。楚楚姐，我是真的担心你。寻哥说咱们学校今年保研名额缩减，省内只有1所学校合适，我怕你错过了。瑶瑶情况特殊，留国内读研有资助，对她来说是最合适的出路。我仔细想过了，咱们3个人一起留在省内那所大学，互相也有个照应。别闹脾气了，楚楚。既然保研材料都交了，咱们今晚一起吃个饭，就当提前庆祝。保研材料？怎么，你还没交？截止时间可快到了。沈寻，你是不是忘了？今天下午5点，不仅是国内保研的截止时间，也是牛津大学签证材料提交的最后期限啊！你什么意思？材料到底交没交啊？你才没提交啊！材料我都已经按时提交了，你们如果是为了确认这个，现在可以走了。李楚，你这是什么态度？我们大老远跑过来，瑶瑶一路上都在担心你因为赌气错过国内的名额，你说话一定要这么带刺吗？我知道是因为我们，才连累你也得跟着一起留在国内读研。瑶瑶，这不怪你。寻哥刚才一直忙着帮我联系国内的导师确认保研的课题，所以才没能及时过来陪你，只给你发了条短信息。你真的别生他的气。徐瑶，关于你家里负担不起学费，你成绩普通这些困难，难道你是今天下午才刚知道的吗？我从大2准备雅思，到大3写推荐信，再到半年前拿到 offer， 这1年多的时间里，你有1万个机会可以提出你的困难，为什么非要等到提交签证材料的最后半小时，才让沈寻发这种信息？不是这样的，楚楚姐，我没有故意瞒着你。李楚，你够了！是因为我和寻哥早就商量过留校的事，我们觉得那是最好的安排，只是今天才最终确定下来。商量过？原来你们早就商量好了。那这算什么？我熬夜帮你改了5遍的推进信，陪你跑了1遍又1遍的公证处算什么啊？甚至为了帮你刷语言成绩，推掉了我姥姥的寿宴。沈寻，在做这些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想好怎么陪徐瑶去规划另一个未来了？楚楚姐，不是你想的那样，
都是我的错，我只是太害怕一个人留在这里了。我这种条件怎么能跟你们比呢？徐瑶，你这副受害者的姿态摆给谁看？材料是李楚帮你查的，表格是李楚手把手教你填的，现在你把人家的努力当成挡箭牌，还在这喊委屈。军哥，对不起，我真的我没想破坏你们的关系。好了，李楚，你有完没完？放弃 offer 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最后做决定的时候，我不是已经发信息告诉你了吗？你到底还要纠结到什么时候？瑶瑶已经这么低声下气了，你何必这样咄咄逼人？咄咄逼人？我没生气。你说什么？刚才我只是好奇，一个原本是前途如想命的人，为什么会突然改了主意？现在弄清楚了，也终于能彻底放下了。李楚，你什么意思？你要赶我们走？这里是我家，现在请你们离开。李楚，你什么意思？你要赶我们走？勋哥，算了，我们先走吧，别惹楚楚姐生气了。哟，楚楚妈又出国啦！这一年到头的见不着人，只顾着在外面挣那2个臭钱，孩子也不管，哪像个当妈的？哟，还真把自己当大小姐了。我不能哭，哭了姥姥会更难过的。他们娘俩也不容易，别说了，快喝茶吧。真是没良心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妈妈和姥姥？你们2个老太婆嘴碎不碎？嘿，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楚楚妈是在外面为国争光做大生意，不像你们只会窝在家里嚼舌根。真是没教养的野小子！我们走。行了，别躲在这儿喂蚊子了。喏，给你。沈轩哥哥，知道你爱吃甜的，吃了这个就不准再哭了啊，不然下次不带你玩了。楚楚，等拿到 offer， 我们就去伦敦看大本钟，去阿尔卑斯山滑雪，还要在下雪的街道上牵手散步。等一切都安定下来，我们就正式在一起。3年的努力啊，楚楚，他为了徐瑶一句话说不要就不要了，他把你当成什么了？他以为你是他的附属品，说留下你就得留下。刚看到信息的时候，确实挺失落的，甚至觉得荒唐。那你现在怎么还能坐得这么稳？小梦，你知道吗？在那一瞬间之后，我心里更多的居然是平静。平静？就像是头顶悬了很久的一块石头，每天都在担心它什么时候会砸下来。现在，它终于掉地上了。张老师您好，我是沈寻。关于保研的课题，我这边已经整理好了，明天上午发给您，您有空看一下。寻哥，楚楚姐好像不太高兴，要不还是……她就是闹点小脾气，过了今晚就好了，她离不开我的。沈寻，那时候你是我的阳光，从那以后，我心甘情愿地跟在你身后走了10年。可是，再刺眼的光，一旦照到了别人身上，对我而言，也就和寒风没什么两样了。李楚，你怎么做的跟沈寻隔了一个银河系啊？沈寻，再不盯紧点儿，你家楚楚可真要被人拐跑了。当然，现在沈寻身边有了瑶瑶妹妹，看来李楚也是有危机感喽。行了行了，沈寻和李楚什么感情？人家可是要一起去牛津双宿双飞的，是吧，李楚？班长，你们还不知道吧？寻哥已经没接牛津的 offer 了。寻哥说他担心我一个人在国内压力太大，怕我受委屈，所以决定放弃出国，陪我留在本校读研了。陪你？徐阳，你面子可真够大的。对不起，
我也劝过荀哥的，可他非要坚持。李楚，这真的假的？沈寻真不走了，你不介意吗？你们申牛津可是从大2就开始准备了，这1年多我看你连觉都舍不得睡。有什么好介意的？有的人志在偏安一隅，有的人志在山川湖海，强求不来的。妈，签证预约在下周。不用担心，我一个人能处理好。李楚，什么签证？楚楚，我知道你还在为我放弃牛津的事不高兴，但瑶瑶的情况你也清楚，而且她性格那么软，又没出过远门，让她一个人留在这边读研，你肯定也不放心，对不对？你要是真想去欧洲玩，我们可以毕业后一起去旅行，你就别赌气了。沈寻，我说了，我没生气。我就知道你会。我只是有个疑问，刚才徐瑶说她连留学的基础开支都凑不上，既然如此，又是怎么有余钱规划去欧洲毕业旅行的？据我所知，那边的往返机票和1周的食宿可不比1年的学费预付款便宜。对啊，徐瑶，你这账算得挺清啊，没钱留学，有钱旅行。瑶瑶，没扎着手吧？李楚姐，我知道你家境好，从我进沈家大门那天起，你就一直看不上我。我只是在问你关于经费的逻辑。旅行的钱是我打算整个暑假去做兼职慢慢攒的，我也没打算白要荀哥的，我会写欠条，我以后一定会还给他的。难道只有你们这种有钱家庭出生的人才有资格去看世界吗？像我这样出身贫寒的人，就活该一辈子困在原地，连想一想欧洲的雪是什么样子的都是罪过吗？我不偷不抢，每一笔钱都是我自己赚来的。李楚这话确实是有点过了，人家穷怎么了？是啊，家里有钱了不起啊，平时看着挺高冷的，没想到心这么硬。其实他成绩好是好，但有时候确实太强势，太咄咄逼人了。我要是沈寻，我也选瑶瑶这种温柔体贴的，谁受不了这种大小姐脾气？你看，这就是徐瑶最擅长的招数，只要她一哭，她所有的谎言都变成了被迫的无奈，而我的所有真相都变成了傲慢的罪证。向瑶瑶道歉。凭什么道歉？沈寻，你是不是被灌了迷魂汤了？不是他自己这1年多来天天在群里在朋友圈强调自己经济困难，连吃顿好的都要算计半天吗？李楚只是顺着他的话问了一句经费来源，怎么就成了不尊重了？暑假整整3个月，既然没钱留学，他完全可以去实习攒钱，或者回老家帮父母干活。可现在呢，他既不见打工，也不见回家，天天跟在你屁股后面到处逛，甚至还心安理得的规划去欧洲旅行。他不说实话，还不准别人问了。我没有，我只是想给青春留个纪念。徐哥，对不起，我走就是了。小梦，我们走，这顿饭我吃恶心了。李楚，跟瑶瑶道歉，否则下周定好的毕业旅行你也不必加入我们了。沈寻，你听好了，你和徐瑶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做什么做什么。至于那个所谓的毕业旅行，还有你口中那点可笑的施舍，我没有半点兴趣。从今以后也别再来找我了。太好了，我们去牛津。沈寻，你刚才是不是说的太过了？李楚那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没人逼他放弃牛津，现在摆出这副受害者的样子给谁看？随他去，冷2天就知道回来了。我靠，楚楚你快看，徐瑶这个绿茶又作妖了。刚把你气走，他就发这个，这不明摆着宣示主权吗？看一眼就行了，别脏了眼睛。楚楚，你真打算连夜走，不等签证下来了？手续都办得差不多了，去我妈工作的城市等签证下来也是一样。北城太闷了，这个暑假我想清静清静。行，离这渣男远点，海边空气好，正好洗洗眼。
李楚，我和瑶瑶打算去瑞士毕业旅行，你如果现在知道错了，道个歉，还来得及一起订机票。别多想，我和瑶瑶之间没什么。她发那条朋友圈只是感谢这些年我们家对她的帮助而已。你别总像个刺头一样，什么都抓着不放。李楚，我真的越来越搞不懂你了。国内访员名额是多少人求而不得的，到底有什么不好？你都已经申请保员了，还要跟我赌这种没必要的气干什么？别闹了，闹过头了就不可爱了。沈寻，你凭什么觉得我会为了你放弃我3年的努力？南方的太阳真能杀人。楚楚，接驾。小梦，你怎么来的？我妈把密码告诉你了。阿姨听说你一个人在这儿闭关，怕你把自己饿死，特意给我报销机票，让我来当陪读丫鬟。啧啧，瞧你这满地材料，沈寻要是知道你在这儿卷得飞起，他那保研的名头还香得起来吗？我靠！沈寻这发的是什么裹脚的裹尸布？你快看！你快看！他是不是当了几天学生会主席，真把自己当圣旨了？他居然觉得你考牛津是为了跟他赌气。他方方面面都替徐瑶考虑周全了。徐瑶怕生，他陪着；徐瑶没钱，他资助；徐瑶想看世界，他规划毕业旅行。那他有没有想过你啊？他从未想过，沈寻认识我10年，却从来不知道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小梦，我爸走得早，我妈这些年为了撑起这个家，事业重心全在海外。姥姥年纪越来越大，身体经不住北城那种刺骨的冬天，所以你之前说要选气候宜人的城市，我得提前在那边扎下根，才能把姥姥接到医疗条件和气候都更适合的地方照顾。留在国内复研，对她来说是陪着徐瑶的大团圆，但对我而言，那是一道锁死我全家未来的锁。不管是作为女儿还是孙女，我都有我的责任。留在国内顾研，对我而言绝非最优选择。他以为我在闹脾气，其实我是在选命。他甚至不屑于问我一句为什么，只是一味地审判我的不懂事。他根本不配知道你的难处。你好，我找李楚。找楚楚的，楚楚，快来看大帅哥！你是？看来是真的不记得了，我是谢崇。谢崇哥，你不是在欧洲读博吗？听我妈说你最近有个很重要的课题。课题结束了，听说某个平时最要强的姑娘终于决定去牛津报道了，我就顺便休个假，回来带带你这个准学妹。我妈真是什么都跟你说。她不放心你一个人应付国外的生活，怎么不欢迎？圣吉尔斯街附近那家超市东西最全，图书馆3楼靠窗的位置有地暖。谢崇哥，你懂得可真多，要是没你，我估计第1周得在麋鹿里度过。楚楚，真正优秀的猎人从来不会在还没出发前就担心迷路。妈，我高3很忙，没心思带这种小屁孩。沈寻哥好，我会很安静的，不打扰你。那种眼神，太像当年失去父亲后，躲在墙角怕被亲戚嫌弃的我了。多事。沈寻，瑶瑶也是为了你好，你别总冷着一张脸。她一个人来市里读说不容易，你对她温和些。受资助就好好读书，搞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那时候的我真蠢啊，我以为我在教沈寻学会慈悲，却不知道我是在亲手拆掉我们之间的围墙，放进了一个最不该放进来的人。谢崇哥，你说一个人消失半个月是因为太忙，还是因为根本不在乎？不管是哪种都不值得你回头看，你的未来在海的那一边，而不是在这个狭小的旧画框里。
还在看那2个人的环球之旅？只是想看看徐瑶打工攒的钱到底能撑到瑞士哪座山头。与其操心别人的余额，不如看看这个。牛津9月的平均气温在10度左右，多雨。你体质偏寒，得提前备好风衣和雨具。谢冲哥，你连当地的气候都研究得这么细。既然决定要走，就要在那座遥远的城市里站得稳一点。入学手续已经全部确认完毕了，你是真正的牛津学生了。李阿姨还是不放心你，她说这老房子承载了太多回忆，怕你一个人处理起售房合同会被人欺负。卖了这房子，我就真的在这座城市没有家了。楚楚，哎呦，你这孩子出去了半个月也不给阿姨来个电话，可想死我了。沈阿姨，好久不见。这位是？阿姨，这是谢虫，我妈妈好朋友的孩子，这次回来帮我处理一些房子的琐事。沈阿姨好。正好，我刚买了新鲜的排骨和带鱼。谢同学是吧？既然是楚楚的朋友，那一定要来家里坐坐。阿姨，我们下午还得去中介公司，实在是……怎么，回了北城还不肯吃阿姨做的饭？沈寻那个混账玩意儿，带着瑶瑶去旅行还没回来，家里就我一个，冷清得很。你们就当陪陪阿姨。沈寻还没回来吗？说是那边风景好，瑶瑶贪玩，非要再待半个月。快进来，我正愁没人帮我尝尝新腌的泡菜呢。楚楚，你说沈寻这孩子是不是越大越没个准主意了？真是气死我了。阿姨，您慢点火。他倒好，背着我偷偷把牛津的 offer 给拒了。要不是学校邮件发到我备用邮箱，我还被蒙在鼓里呢。我当时正想抽他，可他说你也决定不走了，要留国内陪他，我火才消了一半。楚楚，以后你们都在这儿读研，你可得帮我看着他，别让他整天跟着徐瑶瞎跑。阿姨，沈寻可能误会了。误会？什么误会？我并没有放弃留学，签证已经拿到了，入学手续也都办好了。你要走？那沈寻说你留下来保研，全是骗我的。既然你已经打算好了，阿姨也不留你了。强扭的瓜不甜，是沈寻没这个福气。阿姨，您多保重。到了英国，一个人在那边要照顾好自己。那边冷，记得多添衣服。代我问候你妈妈和姥姥，就说我对不住他们，没看好沈寻。李姑娘，这地段和户型我们确实满意，主要是为了孩子明年上学。是啊，我们也看了不少房子了，就觉得你们家最合适。咱们之前谈好的那个价格，今天签了字，定金就能打过去。可以，房子保持得很好，咱们去阳台看看采光。如果没别的问题，咱们就签约。采光确实不错。哎，小伙子，你是李楚的爱人吧？两人真般配。你是谁？谁允许你进这间屋子的？沈寻，你怎么会有这里的钥匙？我问你是谁？为什么在李楚家？你们在干什么？李姑娘，这位是……抱歉，两位先在阳台稍等，我处理一点私事。沈寻，这位是谢虫，我妈妈好友的儿子，特意回来帮我处理房子的事。好友的儿子，帮着处理房子需要关着门待在一起。李楚，你什么时候跟这种来历不明的人这么亲近了？谢虫哥，这位是我高中同学，也是以前的邻居，沈寻。邻居？李楚，你为了这个男人，竟然用这种称呼来恶心我！寻哥，你问清楚了吗？李楚，你中午是不是去过我家？
是去过，回来的时候正好在小区门口遇到沈阿姨，她非拉着我去吃了顿午饭。原来真的是这样。李楚，你中午到底跟我妈说了什么？瑶瑶刚才回去，我妈突然对她冷淡的要命，甚至直接开口让她读研后就从家里搬出去。为什么要背着我为难瑶瑶？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很自私？李楚，说话！李楚，我妈以前最疼你，从来没对瑶瑶大声说过话。可就因为你中午去了趟我家，她刚才突然对瑶瑶冷淡的要命，甚至直接下脸子让她读研后就从家里搬出去。寻哥，别说了，楚楚姐可能只是随口提了一句，我不怪她。你听听，瑶瑶到现在还在替你说话。李楚，我再说一遍，放弃留学是我自己的决定。你要是不满，你要是恨，你大可以冲着我来，别总背地里为难瑶瑶。她在这个城里除了我家，根本没有地方遮风避雨。你现在就跟我回家，去跟我妈解释清楚。哼，不然等过2月开学报到，到时候没人帮你搬行李，没人带你认导师，你可别哭着来求我。王先生，合同我已经核对过了，咱们现在就签。李楚，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好，我知道了。你说什么？好。李楚，你什么意思？你以为随便签几个字应付我一句好，这事儿就算完了？楚楚姐，你真的答应去跟阿姨解释，让我留下来吗？王先生，房款到账后，这房子的使用权就是您的了。现在请你们2位离开，这已经不再是我的家了，你们擅闯民宅了。什么？不再是你的家？李楚，你把门打开，你把话说清楚。寻哥，楚楚姐可能真的累了，咱们先走吧，阿姨还在家里等着咱们回去吃饭呢。真的不用理会，以她的性格，恐怕会在楼下一直闹。谢崇哥，不用管他，我们继续搬吧。大件家具买家都已经确认留下了，衣物那边刚才捐赠机构打来电话，说明早来取。忙了这一整周，总算要清空了，剩下的东西……这个也要扔吗？看起来挺沉的。这是7岁的手艺。那时候沈寻刚学会折纸，折了满屋子的玫瑰，说要送给全天下最漂亮的公主，结果最后只剩下这1颗，还被他踩了一脚。没电了。哦，那是他10岁那年，为了给我买生日礼物，攒了3个月的零用子，连最爱的模型都没买。那天晚上，他在我房间的墙上投出了一整片银河。远郊寒山寺的雪夜玉手，那地方可不通车。他17岁那年，为了求这枚玉手，天还没亮，骑车去远郊徒步爬了2000级台阶，回来的时候腿都肿了。7岁到17岁，这里一共17件礼物。是啊，从7岁到17岁，他年年不落。那18岁呢？18岁那天，他忙着安抚因为考砸而哭泣的徐瑶，所以唯独18岁那年什么也没有。寻哥，这个导师的学术背景，我是不是得背下来呀？我怕面试的时候一紧张全忘了。别慌，我帮你把重点都划出来了，你只要顺着这个思路说，他肯定会给你高分的。听明白了吗？这个课题出入点所有很重要。寻哥，你真厉害，你一讲我就通了。沈寻，今天是我18岁生日。该死，楚楚，对不起，我忙昏头了。我订了蛋糕和礼物，就在城南那家店，我这就去取。你先在那儿等我，我们今晚去吃你最喜欢的那家西餐。寻哥，对不起，我不知道今天是楚楚姐生日，可是我明天一早就要模拟考了，我真的还是不太明白。你能不能再给我讲这一遍，就一遍，讲完我就自己走，绝不耽误庆生。楚楚，要不你先回去等我，瑶瑶这题明天就要考，挺急的。楚楚，听话，
瑶瑶这题明天就要考，要是弄不明白，她今晚肯定睡不着。李楚，生日快乐！昨晚你没来。李楚，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昨晚瑶瑶压力大到崩溃，我守了她一夜才让她情绪平稳。那我呢？一个生日而已，你年年都过。瑶瑶她从小到大家里穷，连一次像样的生日都没过过，你却只想着你自己。李楚，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虚荣，这么没有同情心了？谢崇哥，楚楚，东西都搬上车了。刚才在楼下遇到沈阿姨，她问你是不是真的要走了。告诉阿姨，我这就下去。楚楚，最后一批书籍和你的那些证件，我已经亲手交接给转运中心了，他们保证会走加急空运。你到牛津时，东西应该已经到了。谢崇哥，辛苦你了。应该的。老房子这边还有什么需要我最后经手的吗？没有了。谢崇哥，你在驿站等我就好，我处理完最后一点杂物就过去。姑娘，这铁盒看起来挺结实的，不要了？不要了，都是些占地方的，带不走也没用了。楚楚，这一走万事小心，要是沈寻那个混账气你，你就写信告诉阿姨。阿姨，您多保重。真巧。沈璇，接下来 KTV 你可得请客啊！宝源大才子。楚楚姐，玄哥，我好怕。李楚，你是不是故意的？这么大一个人站在这里，你眼瞎吗？看不见吗？非要在这个时候找茬，你就这么看不得别人好？那个沈璇，李楚也摔了，看起来摔得挺重的。是啊，他手心都流血了。他自己骑车不小心，怪得了谁？那是他活该。徐瑶，我问你，刚才为什么突然拦我的车？楚楚姐，你别误会，我只是想跟你解释清楚，关于沈阿姨让我搬走的事。阿姨说，是因为明年还有其他受资助的学生要进城，家里实在腾不开多余的房间，才让我去住校的。寻哥，你看，真的是场误会，是我太敏感，才害得你错怪了李楚姐。上次在餐厅是我不对，今天又是你误会李楚姐了，你不能总这样，还不快跟楚楚姐道歉？想让我道歉也行，李楚，你先保证以后不再为难瑶瑶，再为了上次在餐厅的事向她认个错。只要你把这些做了，我就当众跟你道歉。沈璇，这根本就是两码事。这是规矩，做错了事就要认。他以前对我服软的时候可没这么多毛病。不好意思啊，楚楚姐，寻哥他就是脾气急，说话直了点，他也是太担心我了才口不择言的，你别往心里去。7点30，谢崇哥的车已经到了。没事，不用道歉了。李楚，你总是摆出这副样子，谁看呢？你是觉得这样就能显出你的高尚，还是觉得这样就能让我愧疚？省省吧，你这副样子只会让人觉得假。沈寻最后一次了，之后你我再无瓜葛了。沈璇，你这样对李楚真的有点过了吧？就是啊，他为了留在京城陪你，连牛津都放弃了。3年啊，那可是他拼了命才拿到的 offer。那又怎么样？那是他自己选的，怪得了谁？又没人拿着刀逼他改主意。既然选了留下，就得受着，他活该。寻哥，楚楚姐可能真的急着去机场接阿姨，我们要不先回学校吧？接什么接？他那是不识好歹。沈璇，今天这校队训练，李楚竟然没来给你送水。哼，他爱来不来，谁稀罕那瓶水？说真的，自打那天餐厅门口后，我都1个星期没在图书馆见到他了。你们俩这次闹得挺凶啊！哎，瑶瑶在那边跳啦啦操呢，沈璇，你不去瞧瞧？你们练吧，
我回宿舍补觉。放弃个留学而已，至于这么耿耿于怀吗？李楚，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输不起了？只要我冷着他，不出3天，他肯定会自己拎着冰激凌来求和。为什么这次一切都不一样了？妈，今天没做楚楚爱吃的红烧肉，我刚才路过他家，看窗户都关着，他这2天没来咱家。楚楚，你还有脸提楚楚？妈，你这是什么态度？我不就是带瑶瑶出去转了转？他搬走了。就在你带着徐瑶在瑞士逍遥璀璨的时候，他把房子卖了，人也走了。搬走就搬走，他妈在海洋城市不是有公寓吗？肯定是去那边避暑了。沈寻，你还打算骗我到什么时候？那天中午楚楚当着我的面把话都说透了，他签证拿到了，手续办好了，他是去那边准备飞英国的。飞英国？妈，你别被他骗了，他要是真想走，那天下午在校门口怎么不走？他非得等到现在，不就是为了演戏给我看吗？飞英国？李楚，你果然还是舍不得。你特意选在那个城市待着，不就是因为那里是飞瑞士的中转站吗？你故意让我妈知道你要出国，其实是想让我慌了神，好在旅行结束去接你吧。现在去接她，倒显得我输了。既然她想演欲擒故纵，那就让她在那儿多等几天。反正保研名单已经定了，她最后还是得乖乖回北城跟我一起读研。李楚，咱们来日方长，我看你能跟我犟到几时。I've been here for 3 weeks. I'm starting to get used to the humid weather. Miss, your coffee. It's a beautiful day, isn't it? Thank you. Yes, it is. And the salty sea breeze. Everything in Beicheng, everything about Shenshin, it all seems so far away now. 李楚，我来投奔你啦！楚楚，你这半个月整个人都通透了，看来离了那个渣男，连空气都是甜的。我在家闲不住，在这儿选了个宁静的海边小镇短住，带你去看看我们的白墙蓝顶。走走走，咱们这暑假绝不能虚度，得在那帮势利眼面前活得闪闪发光。哎呀，怎么出着太阳还下雨啊？快躲躲！这是太阳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楚楚，你还在想北城的事吗？想，但感觉已经不太一样了。哪里不一样？以前想起来是疼，现在想起来总觉得隔着一层毛玻璃，遥远模糊，像是看别人的故事。那就别看了。我记得某本诗集里说过，所有告别的雨水最终都会汇入遗忘的海。我的青春大概也随着北半球这最后一场下雨悄无声息地落幕了。走吧。手续都办妥了。楚楚，妈妈待会儿飞法兰克福开会，这几年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妈，你放心吧，我又不是第一次出远门了。阿姨放心，有我这个先遣兵在，保准把楚楚照顾得白白胖胖的。你这丫头，提前2周跑过来，就为了看商学院的训练赛？那叫提前考察校园环境。楚楚，你快别收拾了，咱们得赶紧去体育馆，今天可是校队最后一场公开训练赛。唉，你这半个月在那儿还没看够。那能一样吗？之前是偷看，今天是名正言顺的带你这个新晋女神去选秀。听着，待会儿进去了，眼睛擦亮点，看见顺口的帅的，直接上去送水。小梦，你这是在玩什么？什么玩？大学新篇章得从这儿开始，懂不懂？把北城那个沈什么寻通通给我从脑子里过书画。好，都听你的。行动开始，看我的！这么大的阵仗，难道那个商学院男神今天真的在场？ CA, can I have your Instagram? You were so cool on the court. Dude, that last shot was insane. Are you single, CA? We're going to the party tonight. Join us.
我操，楚楚，那不是谢崇哥吗 ？Wait Shay， 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不提前发个信息？刚到，小梦非拉我来看看。谢了。 Yan, it's just a friendly match. No need to show off like that just because a pretty girl is here. So this is the girl you've been waiting for? 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笑了？看着眼前少年深邃含笑的眼眸，我心跳居然漏了一拍。李楚，你在哪儿？能不能下楼？我想和你一起走走。沈寻，有什么事儿直接说吧。 抱歉，楚，我知道你还在生气。原本我是打算和你同一天去学校报道的，但瑶瑶她是第一次离家住校，下午在校门口突然哭得不行，说不适应，我没法子，只能先陪着她去学校安顿。我发誓，我一安顿好，她就立刻回家了，我连她宿舍门都没进。放弃牛津的事儿是我想的太简单了，没考虑到你的心情。这样好不好？你要是觉得国内闷，或者想去欧洲看看，以后每个假期我都陪你去。你想去瑞士看雪，去伦敦看大本钟，去哪儿都行。楚楚。 别再生气了，好吗？咱们还是像以前一样。他甚至到现在都还以为我会像个宠物一样乖乖待在他预设好的笼子里。沈寻，你真的觉得我想要的是那种假期陪同的施舍吗？李楚，别跟你家那位谢崇大帅哥腻腻啦，快去洗澡！明天早上8点可是大牛教授的开学首课，迟到1分钟你就死定啦！ 刚才小梦在说什么？早课？谢崇，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我在英国，牛津。怎么可能？你疯了吗？你的保研申请不是已经提交了吗？我亲眼看着你点开那个界面的。沈寻，那天下午5点的时候，也是牛津签证材料提交的最后期限。可我不是说了吗？我为了瑶瑶放弃去英国了，我留下来陪你了啊！是你放弃了。 但是我可从没说过我会放弃。这一周，沈寻这个名字仿佛从未在我的世界里出现过。他竟然真的追过来了。 楚楚，李楚，我们谈谈好吗？就10分钟，不，5分钟就行。我有很多话想解释。楚楚，沈寻，路只有一条，既然选了分岔路，就没必要再折返了。乔乔，这都第几天了？ 这位大才子是打算在这儿扎根当望妻石呢？随他去吧。楚楚，是阿姨，阿姨知道沈寻那混账东西做了太对不起你的事，我不该这时候来烦你。阿姨，您别这么说。可他毕竟是我儿子，我听同学说他在你楼下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楚楚，算阿姨求你了，你去见他一面，劝他回来吧。阿姨真的怕他死在外面。好。 阿姨，您别哭了，我去见他。楚楚，你终于肯见我了。李楚，你原来压根就没打算放弃出国，对吗？沈寻，我从没说过我要留下来。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时候离最终确认还有半个小时。如果你跟我说实话，我完全可以立刻点提交。我们明明约好的。 你说过，等一切都安定下来，咱们就在这里散步，就在这里正式在一起。为什么你不肯多跟我说一句？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沈寻，直到现在，你都还在责怪我没给你反悔的机会，却从来不问那天下午在徐瑶生日宴上谈笑风生的你，凭什么让我再回头看一眼？沈寻，别演了。从大2决定要留学开始，我就无数次告诉过你，我的目标始终是牛津。最初的 offer 是我们2个一起拿到的。那天晚上，你还带我去江边放了烟火，说那是我们新生活的开始。 但最后关头，你为了徐瑶，亲手撕碎了我们的新生生活。我那是看他太可怜了，
我以为你会理解我的。况且你既然已经决定要留下来陪伴照顾你的瑶瑶，我又何必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说我要走？难道要让你左右为难吗？李楚，我就知道你还是在介意瑶瑶，对不对？你是因为吃她的醋，因为觉得我偏心她，所以才故意瞒着我一个人偷偷出国的，对不对？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我和她真的没什么。我只是看她处境实在太艰难了，才多帮了一把。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如果你介意她，我发誓，我回国立就可以不再联系她，我把她的微信删了，也不再管她的学则费费。只要你肯消气，只要你让我留在这里陪你。维护她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正义？在那场聚餐上，当你指着我的鼻子要我向她道歉时，你是不是沉浸在那种拯救者的光环里无法自拔？不是的，李楚，不是你说的那样的，不是这样的，李楚，你听我解释。是徐瑶在北城的时候，是他总在私底下对我说你其实打心底里嫌弃他，说你觉得他这种身份的人根本配不上这里。他说你背地里嘲笑他的校服是旧的，笑他站位的姿势太难看。我才在那场聚会上发了疯，我以为我是在做正确的事。够了，别说了。沈寻，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我们之间走到今天这一步，从来不是因为多了一个徐瑶，即便没有徐瑶，也会有李瑶、王瑶。如果一段关系能轻易被第三个人的三言两语就撼动了根基，甚至让你背弃了我们共同努力了3年的约定，那只能说明这段关系它从一开始就不够坚固。李楚，你恨我吗？沈寻，无论如何我都很感激你，感激那个在我最孤立无援、最需要光的时候曾那样坚定地挡在我身前保护过我的少年。之后就不要再见了吧。沈寻，这大概就是我们之间最好的结局。